尊敬的面粉们好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应该是赚钱了吧？为啥呢？我们先来快速的看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几个币的行情啊。比特币目前的价位是19677美金左右，比咱们上期节目在18900美金的买入位置涨了一点点儿。这个涨幅不算太大，也就是3-4个点左右的涨幅，但是也还行了。以太坊截止我目前做节目的价位是1340美金，咱们上期节目建议买入以太坊那时候的点位是1260美金，到现在呢也差不多有涨了5个点的样子。而这段时间面具人一直提到的 ATOM 的表现就比较亮眼了，从我上期节目提到的11.6美金左右吧，涨到了目前有12.7美金左右了，那这个涨幅有10%左右了啊！仅仅一天时间啊，在熊市一天时间能有10%的涨幅，已经算很不错了。ATOM 呢也登上了涨幅榜的前几名。这是我在公开节目当中说的点位是11.6美金左右，而我在会员群里面给的点位是10美金出头啊，那这个利润就达到了20%左右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在我的会员群里面，你有1万块钱，你一天就赚了2000；你有10万，你一天就赚了2万。各位看面具人的节目也是可以的，利润呢也是非常大的。所以说呢，想要拿到看面具人节目得到最及时的点位消息，能让你们吃到利润，那就看屏幕下方的这个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一定要把它打开，否则呢，错过了我的节目，没跟上点位，没抓住行情，是不是太可惜了？ATOM 的表现也算是很亮眼了。你别给我提什么土狗啊，土狗的数据都是假的，随便可以做。可是你像以太坊呀、比特币或者大市值的公链币，它的稳定性肯定是完爆土狗的，尤其是 ATOM 的稳定性啊，面具人我还真的是佩服了。因为 ATOM 从牛市到熊市整体的表现都是非常的顽强，为啥呢？这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重点，各位仔细听好了。等一下。你先看看你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了没？否则呢，错过了我的节目，没跟上行情。我再强调一遍啊，你别怪我啰嗦强调。没跟上行情，吃亏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反正我天天做节目，对吧？我自己也有技术，我能分析来行情。但是你呢，然后呢，把这个节目转发分享，点下面的那个转发和点赞啊。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取 NFT 大奖的活动了。每期节目中间呢，我随机提到的神秘数字，你只要留言答对了，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留给我，也可以参加咱们 USDT 的转账抽奖哦。好，来讲正题，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个有趣的事儿啊，那就是这几天在开20大嘛，大家都知道了。这20大呀，咱们圣上又语出惊人了，我真的是震惊啊！咱们圣上啊，这一次在登基大典上，现代文明社会的领导人啊，居然公然的用江山这种封建帝王的惯用词汇来形容自己的社会，这还不算牛逼的，更厉害的是，圣上他在登基大典上面公开的说了，人民就是江山。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人民打江山、守江山。各位听到了没？人民就是江山，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人民打江山、守江山。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、守江山，守的是人民的心。不是，这中间啊，这句话的逻辑你们搞明白了没？人民就是江山，那共产党打江山、守江山，不就是打人民、守人民吗？圣上还强调了要带领人民打江山、守江山、坐江山，
那不就是带领人民打人民，带领人民守人民，带领人民坐人民头上吗？这里面的人民啊，分为两种。我说的打人的人民和被打人的人民，前者的人民呢，是坐在那人民大会堂会场上的真人民、权贵人民，人家是打人的人民，坐在你们头上的人民。而后者呢，恰恰就是正在看视频的你们的这些奴隶，包括面具人我啊，我如果在墙内，我也是后者的人民。咱们都是被打的人民，被守的人民啊！说打你就打你，说不让你出门你就出不了门，说给你红码你哪儿都去不了，你就得被坐在屁股底下，你就是被坐在屁股底下的奴隶，没毛病。习近平说的这个话很有水平，一语双关，很押韵，明白了没？既不失大雅，也表达出来圣上的这个雅性。你们想嘛，当官的打人民，打了就打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警察把你打了，你还能咋？河南村镇银行那存钱取不出来了，那当官的不就过来打人民吗？打人民不就是打江山吗？是吧？把你这些想要钱的人全部打趴下、打服了，钱不就收上来了吗？不用给你了啊！守人民说风控把你守家里面就守了吗？这不还坐在你头上了？这不是坐在你头上吗？你奴隶人民有人家权贵人民的权力大吗？党要带领人民打人民，这不就是文革吗？说的很简单，就是控制一部分官宦官僚，这部分人民呢，就是负责打你们的、鞭笞你们的，把你们守好、控制好的，帮习近平管好江山。这个逻辑很清晰。习近平，不是习近平，圣上当着全世界的面直言不讳，说出了内心的想法，还是挺坦白的，挺有勇气的啊！而且，咱们圣上20大之前就说了，坚持清零风控的原则，以后还要继续封，继续的动态维持，已经写入到了基本国策了啊！还要增加各种便利的检测设施，以及更智能化的防控监护措施。各位，你们自己仔细品一品啊，圣上都把话说到了这个地步了，那你们还不为自己考虑，那你就是活该了啊！好，咱们来讲加密货币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链上数据啊，各位你们看图啊，你们看到了这个持有地指数和币价的关系没？蓝线跟黑线。这也是面具人最近主要研究的方向之一。你们看啊，最近的持有地指数和币价的这2根线啊，蓝线和红线都非常的接近，对吧？或者说，一旦接近了以后就开始交叉，然后反弹。按照以往的数据经验来看的话，基本上都是这种规律，排除少数情况啊。那我们按多数情况来看，蓝线跟黑线越接近，则表示近期币价可能会强劲。而面具人，我从4、5期节目之前就开始给大家引用这个概念了。目前来看呢，还算是比较准的啊。其实今天以太坊和比特币虽然涨了，但是它们的涨幅并不是太大，总归也是涨了。尤其是以太坊啊，涨幅也不小了。但是这2个盘子毕竟资金量大、体量大，它这个上下震荡的力度不会太大，咱们能理解。因为你要撬动一个大山，跟你要撬动一颗石头，那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对吧？盘子太大。不过以太坊也是目前有点好消息啊。从链上数据来看，它每天的产出量确实是在减少，已经慢慢的进入通缩状态了。它的这个通缩状态啊，我觉得算是一个好消息，最起码在它的什么上海升级或者是质押解锁之前啊，算是一个中长期的利好表现。不过呢，具体来说的话，以太坊会好到哪儿去，以后能涨到哪里去啊，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。毕竟前面的坎儿还很多，又是加息的，又是解锁的，对吧？其实比特币跟以太坊这2个大哥和二哥作为龙头币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
它不会像那些其他的小币种、山寨币、土狗，说归零就归零了。尤其是像那些币安力推的项目，基本上都是给你拉一波，然后就把你埋葬了，对吧？但是稳定的代价就是风险小，同时收益也就慢。毕竟风险和利润是成正比的嘛。像土狗那些给你宣传什么带节奏说的那些小投资大回报的啊，3个月回本1个月翻倍的那种，那已经违反科学规律了啊。好，这是以太坊跟比特币的表现。我们再来说一下最近表现亮眼的重头戏 ATOM 啊。我给你们讲一下啊，最近刺激 ATOM 上涨的因素，除了大盘和政策环境到加息之前没有什么障碍之外呢，我认为呢，就是 ATOM 的互操作性和它的先进性导致的这个链的实用性和未来看好，以及 ATOM 的2.0的这个事情啊。其实 ATOM 它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它自己可以内部的多链协调，它们之间的交换很简单。供应商链为消费者链生成区块，而消费者链又可以向供应商链及其验证者发放区块奖励，那他们跨的范围就会很大，而且呢，它可以在它自己的闭环应用内就完成跨链，这就意味着它的安全性是很高的，它是完全在自己的闭环里面完成的，不需要外接任何智能合约。不像你用什么 AVAX 呀、以太坊呀、BNB 呀，想要跨链的话，你还得去接第三方的什么智能合约呀、跨链桥协议等等。那你只要授权了智能合约、跨链桥协议，你就可能被盗，或者说呢，人家那个跨链桥网站智能合约被黑了，那你也会跟着陪葬，懂了没？而 ATOM 创造的这种方式呢，它既可以非常便捷的跨链、安全的跨链。同时呢，也不会降低去中心化，因为我刚才说了，它把几种区块和出块的奖励可以多元化。因为中间省略1万字啊，这块我就不深讲了啊，深讲了咱们也很难理解，你光知道答案就行了，讲深了很多人也听不懂。我们只需要根据答案来判断它的商业价值就行了。我们都知道跨链桥很容易出问题。被盗会导致生态币价受损，但是 ATOM 不会存在这个问题。很多应用在这个链上面可以安全的搞来搞去，并且 ATOM 可以同时处理的交易笔数是远超以太坊 AVAX 或者币安链的。那既然 ATOM 的处理能力强，多链协调能力强，宽容度强，那么它能运行的应用和生态也就越大。我们都知道，以太坊上面别说你去运营项目了，就算你只是偶尔卖个 NFT mint 一下，都很容易拥堵。比如说今天有1-2千个人涌进去了，要铸造了，那就会导致要么手续费特别高，或者是转账速度特别慢，对吧？ BSC 能好很多，但是BSC 它也只能作为支付的外挂，无法参与到应用里面，而且它跨链也是非常的难，而且风险也非常的大，并且我说了多少个 BSC， 而且并且这种缺点啊，币安链它是中心化的啊，你的资产放到上面，赵长鹏想在链上封杀你的钱包和资金，就跟他妈的用币安交易所把你封了是一样的 easy， 明白了没？所以说呢，它的安全性是没保障的啊，因为无论从项目方来说，还是说项目方之外的风险都是非常大的。项目方也有可能封你的钱，项目方之外的黑客也有可能把你搞掉啊。币安哪天不高兴了，说你什么洗钱呀、非法资金呀、有嫌疑呀啥的，在链上就可以把你冻结了。你别说交易所，懂了没？所以我们看来看去啊，这些链币啊都是有比较大的缺陷的，但是 ATOM 它可以把自己的应用去和链直接挂钩，这就是它的牛逼之处，而且它可以多链并行。你不像有些项目方，他想在这里弄，有些项目方他想在那里弄，
但是呢，它们之间互通起来又比较麻烦，小白的学习成本又非常高，那这就非常不利于生态的扩张和推广。但是 ATOM 不用，你只需要在它自建的那些 App 里面，直接点2下就搞定了，明白了没？你不用像现在你用什么以太链呀、币安链呀、马蹄链，你在一个钱包里面还得去别的网站授权、输入，然后放进去流动性，然后再解锁流动性到另外一个链上，来回倒好几次，你才能得到你要在这个链上用的币啊。所以 ATOM 啊，它的技术强大和它的这种扩容性、互操作性以及多链并行的能力啊，已经暗示了 ATOM 一条线顶10条线，一条链顶10条链。那么既然一条链就可以顶10条链了，那它的价值你可以估算，对不对？而且 ATOM 最近马上要开启 2.0 了，会有很多更新的功能，也会让它的平台币进入通缩状态，这对币价的长期也是利好。不过我相信很多人在经历了以太坊 2.0 之后，被摆了一道乌龙，割了一刀以后，可能大家都不太信任所谓的 2.0 之类的，总感觉是一个噱头，然后用来割韭菜的，对不对？我想解释一下啊，咱们先不说 ATOM 它在技术上是很有优势的，咱们就从项目方本身来说啊，它的资金管控和诚意也算不错。我们从 ATOM 的项目方没有在瞎折腾什么杠杆，乱鸡巴搞。再从牛市的时候，币价也就是26到30美金左右，跌到了现在熊市到底儿了，也就是才下去了一半左右啊。现在还有个13块钱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知道，像 AVAX、BNB、Matic、以太坊这些币都下降了3倍起步啊，你能保持2倍的价位都已经算不错了。所以，我们从 ATOM 的技术性、稳定性、项目方的成熟程度综合考量，你们看这些图都能看出来吗？别的币在熊市是直接跳水式的下跌，而 ATOM 呢，还是一个香蕉型的缓缓的下跌，而且还有一点抬头的迹象，这就是它的生命力的体现，明白了没？那我们就可以综合考量 ATOM 是不是可以作为中长期持有的考虑呢？当然了，我没叫你梭哈啊。好，如果你们想要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，得到我及时的点位分享，就跟我节目开始说的那些一样，你只要跟着我不敢说10次能对10次啊，至少10次里面有7次左右吧，咱们都能赚到钱。想及时的跟上，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，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，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祝你好运，再见。